球場上的勝負真的只能看打擊率和防禦率嗎？上周中信兄弟狂掃4勝，德保拉強勢追平歷史第76勝，味全王牌蔣漢防禦率下探 1.32， 直逼高懸25年的投手障礙。但你發現了嗎？富邦悍將團隊打擊率全聯盟第一，為何卻陷入得不了分的困境？統一獅看似無懈可擊的超低失分背後，又隱藏着什麼隨時可能崩盤的危機？大家好，歡迎收看這集的野球可報。在進入正題之前，我想邀請還沒訂閱的朋友訂閱我們的頻道，記得要開啟小鈴鐺，才不會錯過最新上片通知哦。如果想支持我們產出更多深入的分析，也超級歡迎加入頻道會員。還有，跟大家分享，史蒂芬頻道商店正式上線咯！現在就點開底下資訊欄的商品，或是影片結束後來商店逛逛，裡面有我們精選的職人好物，帶走喜歡的商品，就是給頻道最實質的鼓勵哦。我們馬上從各隊戰績開始看起。上周因為白海豚颱風影響的關係，周末北部兩地的系列戰最後都宣布延賽。只有在周末高雄比賽的中信兄弟與台鋼雄鷹打滿1周5場的比賽，而中信兄弟呈現出極強的統治力，5場比賽拿下了4勝1敗，勝率高達80%。相比之下，台鋼雄鷹過得非常辛苦，5場比賽吞下4敗，牛棚深度與打線串聯的雙重疲軟。樂天桃猿以統一獅維持平穩，而味全龍與富邦悍將則面臨着各自的戰力瓶頸。當我們把視角拉到下半季的戰略分水嶺時，會發現聯盟的競爭格局正在經歷一場劇烈的重組。沒錯，樂天桃猿雖然全年度戰績只排在第5，但距離全年第2的富邦悍將只剩4場勝差，並且下半季持續以13勝8敗，勝率超過60%的成績暫居榜首。這跟他們新洋炮威克的加入，還有先發輪值的回穩有很大的關係。反觀全年度戰績龍頭味全龍，下半季的表現卻出現了下滑，勝率掉到了5%左右。更讓人驚訝的是中信兄弟，他們全年度戰績雖然目前墊底，但下半季卻展現出強勢反彈的姿態，尤其是上周那波4勝，顯示出洋投陣容重整後的威力。最讓人擔心的可能是富邦悍將，全年度戰績明明還在第2名，下半季卻以8勝13敗墊底。這種半季崩盤的現象，凸顯了對手情蒐的應變不足與牛棚過度消耗的危機。上周各隊的攻守進階數據的變化也很有趣。我們先看打擊端，聯盟平均場均得分是 3.67 分，但中信兄弟跟樂天桃猿都衝到了 5.6 分以上。可是最詭異的就是富邦悍將了。他們的團隊打擊率是傲視全聯盟的 .327， 長打率也有 .407， 標準化打擊指數 OPS Plus 高達 127.1。這數據照理說應該要打下非常多分數才對，但結果呢？他們的場均得分竟然只有 3.33 分，連聯盟平均都不到。如果從進階數據來看，富邦悍將的保送率只有驚人的 1.7%， 也就是說100個打席裡面，他們只選到了2次保送。這代表他們的打者極度積極，或者說是極度急躁。第一球揮擊率高達 31.0%， 揮擊率更是全聯盟最高的 52.7%。這種打法雖然讓他們制造了很多場內安打，但也導致了大量的雙殺打。上周他們就敲出了4次雙殺打，同樣是全聯盟最多。因為缺乏保送來串聯攻勢，他們變成必須要連續敲出3到4支安打才能換到1分。一旦運氣稍微不好，殘壘就會堆疊得非常可怕。反觀中信兄弟，雖然他們的保送率也不高，但他們的跑壘、推進和戰術執行非常確實，打線串聯度極高。而樂天桃猿則是選球跟擊球平衡最好的球隊，他們的加權上壘率 WOBA 高達 354%。相比之下，台鋼雄鷹跟味全龍就真的陷入了進攻寒冬。台鋼是完全缺乏長打能力，純長打率 ISO 只有 0.37%， 只能靠一壘安打慢慢挪。而味全龍則是揮空率太高，積極出棒卻打不到球心，這對爭冠球隊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警訊。說完打擊，我們來看看投手跟防守這部分數據揭示的真相，可能更讓人感到意外。大家常看防禦率 ERA， 但我更喜歡看 FIP， 也就是獨立防禦率，因為這能濾除掉守備運氣，只看投手能控制的三振、保送跟全壘打。
上周統一獅的防禦率低到只有 1.731， 聽起來強得跟鬼一樣，對吧？但如果你看他們的 FIP， 其實高達 3.318， 這中間巨大的落差是怎麼來的？答案是幸運值影響的。統一獅上周的殘壘率高達 92.2%， 這在長期賽季中幾乎是不可能維持的。也就是說，對手雖然攻占壘包，但統一獅總是能靠着守備幫忙，或是對手擊球運氣不好，把分數凍結住。這種依賴運氣維持的低失分，未來很可能會面臨校正回歸。而富邦悍將的投手群就比較悲情了，他們的 FIP 是全聯盟最佳的 2.549， 這代表他們的投手其實投得還不錯，3振多，保送少，但實質的防禦率卻高達 3.462， 這說明了富邦的守備布陣或是運氣實在太差，對手的場內安打率 BABIP 高達.321。最慘的還是台鋼雄鷹，場均失分高達7分。雖然他們的 FIP 其實優於聯盟平均，但對手 BABIP 高達.362，殘壘率只有 54.6%。這強烈暗示台鋼的內外野守備出現了嚴重的隱形失誤或範圍不足，讓投手投得很心累。既然提到了投手，我們就不得不聊聊上周中信兄弟能拿到4勝1敗，德保拉絕對是頭號功臣。8月4日在洲際主場，德保拉主投7局無失分，徹底鎖死富邦打線，這是他中職生涯的第76勝。而兄弟的年輕球員也很有看頭，像是張仁維、張世倫這些小將，不僅安打產量穩定，還能執行教練團要的推進戰術。尤其是8月9日對台鋼的那場比賽，洋投羅哥展現了休賽季重訓的成果，投到第8局，球速跟尾勁依然在，再加上岳振華9局上的3分炮，兄弟整體的戰力整合，目前看起來是全聯盟最完整的。相比之下，樂天桃園比賽過程就稍微驚險一點。雖然8月4日在面對台鋼雄鷹，樂天新洋炮威克首局便以一發左外野3分炮震撼全場，在威能第6局失1分的優質先發護航下，以8-1輕鬆取勝。8月7日，艾卜勒主投7局僅失1分非責失，也完全凍結了味全龍的打線，最終以3-1收下勝利。不過，在8月5日比台鋼的比賽，李勳傑在4局上擊出2分炮，暫時領先，但台鋼在7局下攻下4分大局反超。8局上再展現韌性，威克、林泓育、林子偉連續安打扳平比數。然而進入10局下突破僵局制，樂天未能守成，遭王柏融擊出右外野再見安打，以6-7飲恨。不過台鋼上周的防守真的讓人捏把冷汗，像是8月9日曾子佑的火車過山洞失誤，還有洋投坎南的補位瑕疵，這些小細節累積起來就是大量的不必要失分。再來看看統一獅，王牌布雷克的韌性真的沒話說。8月7日對富邦，他終於獲得隊友的火力支援，雖然被富邦敲了7支安打，但布雷克就是有辦法不掉分。那場比賽，他也達成了生涯600次三振的里程碑，這真的很不容易。更不用說味全龍的蔣漢了，他在8月5日主投6局狂飆7K， 防禦率下壓到 1.32， 中職史上最低防禦率紀錄是2001年蕭任問維持的 1.40。蔣漢現在竟然有機會去挑戰這個高懸25年的投手障礙。蔣漢的投球非常有層次感，變速球跟曲球的速差讓打者完全抓不到節奏。但味全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打擊，團隊打擊率不到2成。如果投手投得這麼辛苦，打線卻沒辦法提供援護，蔣漢就算防禦率是0，可能也拿不到勝投。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問天啊！布雷克跟蔣漢都有這種悲情特質。接下來我們來分析一下上周的焦點人物。如果用進階指標 SOPS+， 也就是相對於聯盟平均的打擊產能來看，上周有2個怪物級的球員。第一個是中信兄弟的曾頌恩，他的 SOPS+ 高達322.3，這代表他的打擊生產力是聯盟平均打者的3.2倍以上。他的純長打率 ISO 是.444，這是一個非常恐怖的數字，代表他只要打出安打，幾乎都是2壘安打起跳。在對台鋼的系列賽中，他簡直就是清道夫，多次在關鍵時刻一棒定江山。而另一個數據同樣驚人的是陳傑憲，
雖然統一獅整體打線低迷，但陳傑憲上週的數據跟曾頌恩一模一樣 ，SOPS 加也是322.3。身為台灣隊長，他的選球跟本壘板紀律真的無可挑剔。當隊友都打不出來的時候，他就是那座最穩定的燈塔。另外，我們也要提一下兄弟的張士倫，雖然他沒什麼長打，但他那種纏鬥性跟上壘能力，成功把個人連續安打場次推進到11場。最後是樂天的威克，雖然他的守備臂力有弱點，但那個擊球出速跟仰角，真的幫樂天的核心打線增加了不少違和力。投手部分，除了剛剛提到的蔣漢挑戰歷史紀錄，以及德保拉及羅哥外，我還想特別提一下艾普勒。艾普勒在上周主投7局，只被敲出3支安打，送出4次三振，且沒有投出任何保送，僅失1分非責失分，拿下勝投。他的單周 WHIP 低至極度驚人的0.429，FIP 也僅有1.675，展現了極佳的控球與出色的危機處理能力 ，LOB percent 66.7。他的成績與上半季相比，不論在穩定度與壓制力都有顯著的提升。總結上周的戰況，我們可以看到中職下半季的版圖正在發生劇烈的推擠。中信兄弟的復甦不是偶然，是戰術、體能跟洋投全面到位的結果。如果他們維持這個節奏，絕對有機會是下半季衝擊總冠軍的大黑馬。樂天桃猿投手數據在聯盟維持很高的壓制力，但雙洋炮陣型與本土先發的體力條能否維持到季末，牽動着樂天下半季坐穩龍頭的關鍵。相較之下，味全龍與統一獅的洋投陣容穩定，為他們戰績提供了厚實的安全氣囊。至於富邦悍將，他們真的要重新檢視打擊策略，不能只是追求擊球，而是要更有耐心的選球，增加保送，才能解決有安打卻得不了分的窘境。台鋼雄鷹目前最大問題，則是要先穩定守備，減少那些非責失分，否則投手群的信心會崩潰。聽完這麼多數據分析，相信大家對上周的中職戰報有了更深層的理解。中信兄弟下半季能不能繼續維持上周強勢的狀態？蔣漢能不能打破中職投手障礙？富邦能不能找回得分的鑰匙？這些都是我們接下來要持續觀察的重點。如果你喜歡這種深度的棒球內容，別忘了訂閱、按讚並分享這部影片。今天的野球特報就到這邊告一段落，感謝大家的收看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